那上禮拜談的有沒有問題？啊，沒有的話，我們就複習一下。對，看那個，62頁這邊哦。比如說這個婆羅門尼啊，然後問為什麼生命裡頭升起的這些苦或者樂或者不苦不樂它是什麼樣的原因所產生的啊？那之前在那時候的那個文化狀況裡頭他們認為說，生命呢，就是包括說這些所謂的苦樂受一樣它是由自體而產生，或者呢由外力而產生，或者由自體跟外力各一半合起來，所謂自他所共生，或者呢無因無緣而生所以這是原本在2500年前的時候呢，那些所謂的那個一些宗教式的這種說法這樣。那佛陀的看法不是這個樣子佛陀說苦樂受呢是怎麼樣，隨因緣而生。那什麼樣的因緣呢？其實現在要講的一個重點是，不是佛陀怎麼說我們就去相信，而是從佛陀怎麼說的這樣的一種說法裡面呢，我們去直接的能夠去檢證比如說他這邊講說要有眼眼色為緣，對不對？然後觸眼識生，然後才會怎麼樣呢？生起受其實這個受包含什麼呢？就是受想思啦。所以上禮拜這篇經文其實在講什麼呢？我們的感受、念頭、意志性的行為，包括這些覺知的現象，其實包含的就是什麼呢？我們的整個生命經驗呢，是什麼樣的原因發生的？是怎麼發生的？是自己發生的呢？還是像上帝創造的呢？還是有一些是自己的原因，有一些是上帝創造的呢？然後還是呢，根本就是無因無緣，然後這樣自然而生其實在講的就是這個問題。那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們在人生裡頭，或者說在透過人生的經驗呢，在尋求所謂的超越或者說解脫之道呢，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什麼意思呢？如果與你的心靈徹底的認證了生命經驗的構成，它的實相，那其實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呢，你的苦也好，樂也好，幸福也好，解脫也好，都怎麼樣呢？都在這樣的一個生命的當下裡頭在發生。所以重點在哪個地方？重點是去從你的心裡頭徹底的去了悟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不對？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我們說，你看，生命其實就是生命經驗。你不要小看這句話不要小看這句話，生命就是生命經驗。我是用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把这麼就是我們在那個面對生命，或者說在探求所謂的解脫上面的那種盲點，直接把它縮縮到最簡單的一種說法。你看，生命就是生命經驗，對不對？生命就是生命經驗，沒有經驗以外的生命，生命就是生命經驗。那生命經驗呢，就是什麼呢？就是六根觸六塵，然後識生起，然後受想思生起。所以生命經驗呢，就是六觸入觸，對不對？其實這個要就是你們要去深思，為什麼呢？比如說我們在禪宗裡頭講心外求法，心外求法的意思是怎麼樣呢？其實就是
在六處入處之外呢，想要去找所謂的解脫的境界，或者想要找一些那個奇異的那個狀態，那就會讓我們的心呢怎麼樣，不斷的向外去攀緣，然後陷入一種迷惑，那常常會怎麼樣呢？迷途而不知返。所以我會只做這樣的歸結。生命是什麼呢？你看，你可以很簡單的回答，生命就是生命經驗。那生命經驗是什麼呢？就是六處入處的經驗。那你這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呢、所以所有的苦或者樂，信或者不信，有沒有解脫或者繫福，它在哪裡發生？它就在你六根處境的當下在發生。你不用再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就在你的生命經驗當中，你看到說痛苦就是你當下的經驗，對吧？快樂嘛是你當下的經驗，解脫嘛是你當下的經驗，有沒有？束縛也是你當下的經驗，是不是這個樣子？是不是這個樣子？你看你這邊要很確定，你如果很確定的時候，你就知道說為什麼這個我們說這個和尚尼啊，這個問優陀夷的這個婆羅門尼啊，他為什麼會開悟見法？問題就是出在這個地方，知道這個意思嗎？生命就是生命經驗，生命經驗就是六處入處，所以一定是在六處入處的當下，我們的身心經驗、色受想行識的經驗呢升起。所以所謂的苦或者樂，解脫或者繫福，都一定是當下的境界。所以佛陀一直講這樣的一件事情：即身觀察，緣自覺知，現法通達，不待時節。即身觀察就什麼意思呢？就是透過你的身心當下去觀察。那身心當下去觀察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就是六處入處的當下。那你能夠即身觀察，緣自覺知，覺知到當下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實相，或苦或樂，或不苦不樂，或你面對當下的苦或者樂呢，你都能夠怎麼樣？平等捨心住，來，有貪覺知貪，離貪，然後呢，你當下可以自知作證，苦滅的這樣的一種境界。所以即身觀察，緣自覺知，現法通達，不待時節。沒有說你要等待三大阿僧祇劫，或者說等待你什麼樣的時候你才能怎麼樣？不是的。所以其實我們直接就用這篇經文作為我們說這原本講述了佛陀的覺悟，然後他覺悟之後轉法輪經，然後阿耨居林的覺悟，然後直接就進到這篇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因為佛陀的覺悟就是在菩提樹下，他怎麼樣？他正觀他的六處入處嘛，就是正確的觀察他當下的身心經驗，有沒有？怎麼樣發生？怎麼樣聚集？然後怎麼樣流轉？所以他發現，如果對六處入處的當下不如實知，陷入無明當中，就會對於當下升起的境界產生貪愛、執取或者抗拒，所以就會升起怎麼樣呢？有序的衝動，所以就會有那種接續而來的六入處會發生，就有所謂的輪迴的現象的產生。那如果如實知見這個六處入處，它是怎麼樣呢？緣生的、無常的、無我的，所以怎麼樣呢？自覺性的在六根處境的當下，保持這樣的怎麼樣？正知正念捨心住。所以有受想行識的升起，但是沒有貪愛執取的升起。沒有貪愛執取升起，就不會有有序的衝動升起。沒有有序的衝動升起，就不會去制造未來的六處入處，就不會有未來的五陰升起。這是佛陀在菩提樹下的覺悟啊。那所以這個和尚尼問優陀夷的這個問題不是很簡單的，不是表面上的那個問題。事實上他就是在問說，這個生命經驗它是怎麼樣在發生，它是可以怎麼樣去寂滅的，有沒有？所以他說苦樂受從何因何緣而生，苦樂受可以何因何緣而寂滅，在問的就是這樣的問題，這樣清楚嗎？那所以當優陀夷跟他講，那就等於說就請和尚你自己去觀察啦，是不是要有眼，有沒有？
觸到色境，然後呢眼識生起，所以才會有緣這個根塵識，才會怎麼樣？受會生起。所以這個受，我們說這個受，其實在講就是生命經驗的升起，受想思的升起。哎，那對你來講，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對你來講是不是這個樣子？我現在的意思是，講佛法哦，可以講得很深。有的人他喜歡聽那種，比如說像華嚴世界啦，各種美妙的境界、奧秘的境界，然後陷入那樣的一種遐想裡面。那當他的心暫時性的進入那樣的一個宗教的遐想的美好的境界的時候，他可以怎麼樣呢？他當下是苦滅的，沒有問題。他進入那個美好的那個遐想，那痛苦不在，因為他轉移了。因為我們的心一次只能有一個念頭，一次只會有一個所緣。那他現在緣的是一個美妙的華嚴境界，所以他在那邊想，甚至呢可以融入其中。所以他進入一種宗教的愉悅感裡面。好，那我們現在問這樣的一個問題，同樣的，這個時候的宗教愉悅感在哪邊升起？意根觸法塵嘛，對不對？就是心嘛，就我們講的心意識觸這樣的一個想，觸這個境，所以升起了對於這個境界的這樣的一個覺受。你看，它還是在六處入處哦，對不對？它還是在六處入處，看到沒有？那我們可以講很玄的東西，但是呢，原始佛法其實它本來不來這一套。就像佛陀在菩提樹下，他沒有那麼多的宗教想象，有沒有？那時候沒有華嚴經，那時候也沒有妙法蓮華經，那時候也沒有般若心經，那時候也沒有圓覺經，那時候也沒有楞伽經，有沒有？那些經典都沒有，有的只是什麼？有的只是悉達多當下面對自己的身心現象的那種如實想要去如實了知的決意而已。所以這是重點。所以我們一直常常在提醒那個同學，就是說，回到菩提樹下，回到菩提樹下，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把你腦袋裡頭的原本的那些宗教的知見跟想象都暫時怎麼樣？把它放到邊邊，先放下來啊！沒有叫你說一定要丟掉它，你先放下來。那放下來之後，你就回到這樣的一個問題上面。你看，你所有的經驗都在生命經驗的當下在發生，而生命經驗的當下，它一定是六處入處，它一定是六根的境界，對不對？那所以重點就出現了，那所以這裡重點就出現了。所以我們想要去追求解脫，或者要去追求些什麼啊？你看哦，如果我們不是依據從實相而來進行這種解脫的工程，你會發現那怎麼樣？那解脫變成不可能的，對吧？因為你都會構設，那就變成不是依據生命的實相而在構設的那種解脫的幻象。愛看鋼釘，這天去到什麼時候去到那幻想裡面？那比如說，這個什麼意思？比如說，你有當下有痛苦產生，苦受，它是你當下的經驗。那在這個時候你要看到什麼呢？這個苦受何因何緣何集而生？你就會很清楚看到，這個苦受是因為你聽到某種聲音，或者說你的意根觸到某種想，就你一定觸到某種境界，你覺得不合意而生起抗拒，所以痛苦產生。所以你這個時候你又可以看到，那如果你觸到這個境界，對它沒有抗拒，你看你就不會有痛苦產生。那你看，你就會看到，那我憑什麼能夠對他沒有抗拒呢？重點是這個，這個就是重點。所以就等於說，這篇經文在告訴我們，就是說，你如實的去觀察，所有的生命經驗都是緣
六根觸六境六識升起，到受想思才會升起。所以這些都是怎麼樣？有沒有？他這邊有講，有沒有？都是因緣生，都是因緣生。好了，那這什麼意思？你看，我們如果說剛才那孔都因緣生，對吧？你講因緣生就因緣生嘛，有沒有？但是至於你的生命有沒有產生覺悟性的震盪呢？這就是問題啊！所以我們一般看這個經文要去深思，為什麼這樣這個和尚你就會覺悟？為什麼我看這麼多人都不會覺悟？問題就是這樣。其實在這個經文裡面，因為我們怎麼樣呢？沒有進到文字背後或者文字裡面的那個心靈的深度，所以變成你看就表面呢。那一般在比如說一般宗教界，我覺得那些宗教師他們解經可能就直接從文字上面解，對啊，剛剛都是安內，都是安內，有沒有？我們也聽說，像在台灣的這些佛教界裡頭，縱使他是所謂的大乘佛法的，對，那他們的佛學院呢，可能也會安排1年或者半學期，他們就讀《雜阿含經》，快速的這樣讀過去。比如說，他們認為說，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小乘法嘛，對吧？然後這樣好像有一個基本知識，這樣就夠了。但是我要告訴你的就是說，如果是這種心態哈，你逢想讀懂阿含經，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為阿含經的記錄，它所留下來的最根本的那個精髓是什麼呢？是佛陀的覺悟的道基。那所以我們等於是透過阿含經呢，去怎麼樣去進入佛陀覺悟的心路。所以你若跟他停留在表面的這款字的這款談話，那他就等於裝填在你的腦袋裡頭多一些知識而已，並不會帶來你生命真正的覺醒哦。但是你看，光這樣一篇經文，那個和尚你覺醒，這重點在這個地方。一切如果都是我們這樣講啊，當這個和尚你確定。你看他整個生命經驗都看到他什麼呢？所有的生命經驗原來都是隨因緣而生，對不對？好，那這裡頭出現這樣的問題了。那既然都是隨因緣而生，所以他怎麼樣呢？他也一定是隨因緣而滅。那隨因緣而生，隨因緣而滅，所以他是怎麼樣呢？他是無我的。他不是任何人去做主，可以去掌控，想要去宰制的。所以他是怎麼樣呢？他是無常的，他是生滅的，他是不斷流動的，不斷變化的。因此，當他的心契入這樣的一種正思維的時候，他看到什麼呢？他看到，如果自心有任何不恰當的貪欲跟執取，有沒有？那都是不自覺的帶來完全不必要的，聽清楚哦，完全不必要的痛苦跟煩惱。所以他看到了這件事情，他看到什麼呢？原來生命的實相是什麼樣呢？是隨着因緣而生，隨着因緣而滅的。所以自覺性的安住在這種緣起的這種正間，有沒有？然後呢，不再去抗拒這樣的一種生命的實相。這樣能感覺嗎？你看，當你這樣去思維、去體驗、去進入的時候，你就看到什麼呢？你原本對世間的執取，你看到它怎麼樣？它的無效性，它的無意義，甚至你會看到那個執取本身的我慢。那你就看到說，你世間當中的這些痛苦，你會看到它的荒謬性，看到它的愚癡性。如果夠深，有沒有？你看為什麼呢？因為一切都是因緣生，因緣滅所以這個和尚你有很深很深的體驗。然後所以你看，他原本是外道啊，那這個時候透過這種覺悟，他的心，我們說一解心開，他看到了生命的實相，斷除了他對於生命的這種疑惑。那一定是這樣，
斷除疑惑之後呢，很多的痛苦煩惱呢，它會像怎麼樣呢？像那個乾枯的葉子，它會掉落。比如說，你真正正見緣起的這種實相，就會像剛剛講的那個樣子。哎，你發現很多的那個執取都變得非常的荒謬，很多的痛苦煩惱都會變得非常的荒謬。你剛聽好這個意思？因為當你的心契入一切都是因緣的這樣的一個正見，而這個正見呢，它不再是腦袋裡頭的概念，是你的心有真正的那個感動。那由這個心出發，你就會發現說，原本的對這個世間的諸多的執取，都顯得那麼沒有必要而荒謬。所以你會怎麼樣呢？會升起一種很深的感動，所以會皈依，會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這什麼意思呢？所以呢，就等於透過佛陀所傳遞出來的這種教誨，依據這種教誨來怎麼樣，來開始轉化自己的身心性命，這個叫皈依佛，皈依佛陀的教法依佛陀的教法來轉化自己的身心性命。皈依僧，隨着親近的這種修行人的這樣的一個生命的取向，有沒有來轉化自己的身心性命？那我們這樣講，這些這樣講起來其實很囉里吧嗦其實真正的是什麼呢？真正的三皈依我們說皈依佛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對不對？其實只有一件事情，皈依真理，皈依真正生命的實相。因為佛陀就是見證生命的實相，所以你真正皈依佛，不是在皈佛陀那個人，而是在皈佛陀的智慧。而佛陀的智慧其實就是宇宙的究竟實相的智慧。法就是通達宇宙究竟實相的修行方法，僧就是隨着佛陀的教法而不斷的在修學通達這個究竟智慧而究竟覺悟的這些學習的這些僧人修行人，不管在家或者出家，有沒有？所以真正的皈依只有在這一刻才會發生。其實真正的皈依只有在皈依者真正洞見了宇宙生命的究竟實相，才會有真正的皈依產生。那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態，他是怎麼樣呢？他可能會覺得說這個宗教師不錯，有沒有所以他去皈依，然後拿個法號，對，或者過某種宗教性的那個生活。但是呢，那個皈依還沒有發生。所以當你內在的這個心靈覺悟的時候，那個皈依是什麼意思呢？那個皈依是對於宇宙生命的究竟真理一種發自於內心的絕對的臣服。臣服，為什麼？因為你看到實相，所以會升起那種感動。就像我們上一個系列有沒有？就像閻娃娃看到大海一樣，閻娃娃進到大海裡面去 ，Dicky 開始溶解，所以他會皈依大海，他會融在大海裡面。那一般人，你看我們一般人是怎麼樣呢？注意去感覺哦。你看我們一般人是活在我們的自我意識裡面，這個難就難在這個地方。它難在這個地方，不是覺悟本身困難，不是，覺悟很簡單，但是呢，你要通達覺悟的那個開關，是我們的無明自我意識呢一直阻擋在那個地方。所以呢，有的時候沒有辦法，有沒有？那透過很多種方式的那種鍛鍊，有沒有？比如說禪修啦，或者像有些那些很多的儀式啊、詭儀啊，讓你包括像禪宗很多種那個設計啊，讓你進行很多種工程。然後呢，那是在幹什麼呢？把你原本夾帶在你這個身心的那個業力習氣呢，透過這個過程讓它怎麼樣？讓它變得非常的沒有作用、無效了。幹嘛要怎麼落來？你的原本穿在身上的這個業力的這個盔甲掉下來的時候，你突然看到什麼呢？原來光禿禿的，原來你一絲不掛、寸絲不掛，它就是這樣產生的。
這個婆羅門女這個時候他體會到的也是這樣啊，一切都因緣生，所以你就看到是什麼呢？你內生因緣生，外生因緣生，內外生因緣生，所以他怎麼樣呢？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當下那個實相呈現在他的那個心眼裡面，對。那你看，如果說我們讀這個經文，只把它當作哦，剛才看起來告訴安那別貼啦，那對你的心靈呢，不會產生那種某種激發的作用，甚至呢，不會產生那種醍醐灌頂的作用。那這裡頭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啦，什麼樣的問題呢？就是因為和尚你想覺悟，這個問題很重要啊。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你看我們在禪宗裡頭，他們都會想辦法怎麼要讓你先起疑情，你起了疑情，疑情破了，你就會有所悟，大疑小疑，大悟小悟，它就是這樣來的啊。所以你的內在如果沒有想要去探究這個宇宙生命的這個究竟實相，或者說你的生命裡面呢，沒有那種說我要讓我的生命呢達到那種徹底自由自在解脫的這樣的境界，你沒有這樣的心，你就不會覺悟，你就不會解脫。其實真重要，是這樣啊。所以大多數的人，所以我們為什麼說在宗教裡頭有時候會看得蠻可惜的，就是這個樣子啊。其實很多的這種我們說這個宗教的這種修行人，他們內在裡頭是有某種東西的，比如說他是想要去探觸生命宇宙的這種究竟真理，或者呢他想要讓他的心靈呢達到那種究竟苦滅的境界，或者呢他用他的字眼就是要讓他達到一種解脫自在，生命全然充滿喜悅跟自在的這樣的一種境界。所以他跟隨某一個宗教師，他做某一種皈依，他念某些咒語，對，他本來是要這樣，敢不是？但是呢，你看宗教師所設計的很多的那個行為，會把那個教徒原本的這個心，他怎麼樣呢？會迷失掉，會掩蓋掉。啊，咱來做法會啦，咱來奉獻啦，不，咱來施食啦，完了什麼，咱來衝下啦，咱來衝下，有沒有？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把原本心靈裡頭的那個最原初的那個悸動，有沒有？又因為對於宗教師的信任，那宗教師因為他不是一個真正領悟真理的人啊，所以呢，借由宗教師所設計出來的那些儀軌呢，因為他的信任，有沒有？然後結果又把那個原初的悸動呢，把它蓋住，反而會越隔越遠。這就是為什麼後來中國禪宗他要走那樣的路，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其實我的了解是這樣啊，反而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比較屬於宗教性的，禪宗是比較屬於接近原始佛法。禪宗的什麼呢？追求覺悟的心，是原本真正原始佛法的心靈，因為那個就是原本悉達多的心，悉達多就是想要覺悟，所以他才去求道。那你會發現禪宗的修行人呢，他們就是想要覺悟，所以這個被吸引嘛，是這話頭一直參到撞牆了，他還是參，有沒有？然後那樣10-20年、30-40年，曾經呢，在唐宋時代，有沒有？不管說他們用那樣的方式到底恰不恰當，那是中國文化裡頭特殊的一種覺性的花朵的展開的方式啊！你看他們在追求的是一種覺悟。好，那回來，所以我現在提到這樣的一個問題，你看哦，表面上這好像是宗教，那你設身處地想一下，當這個婆羅門女，我們這邊他講叫和尚尼啦，就是也是一個女修行人的意思。你看，她的心覺悟了。你會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簡單來講，你看呢，那就表示什麼呢？他原本的疑結疑惑脫落了，對不對？你看，像我們一般很清楚啊，我如果疑問沒有辦法解決，是不是我心裡頭會有一種重擔感，會比較不快樂，對，會有被束縛、被壓一種重壓的感覺，有沒有？所以事實上呢，一解心開，我們說見法入流，覺悟的時候，它一定是怎麼樣呢？它一定是進入一個相對於它還沒有覺悟之前一個怎麼樣自在的、解脫的、喜悅的那種心靈氛圍裡面。所以它不是宗教，這個不是宗教，這是心靈從各種層次的那個束縛裡頭頓然之間掀開來的那種解脫、自在跟愉悅。那他原本問的那4個問題啊，自生、他生、自他共生或者無因生，那就什麼呢？在2500年前的那個宗教界，對於生命現象的4種不同的說法，所以那4種不同的說法等於怎麼樣呢？對於這個和尚尼他怎麼樣？他心沒有辦法接受，但是那些是權威，而他自己不知道如何去解開這樣的疑惑。所以才去請教優陀夷。那優陀夷一跟他這樣講，你看哦，要注意這個一教解的美感。你看優陀夷都問他是不是這個樣子，當他在問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時候，不是說你要相信我的意思哦。你看他問說是不是要有眼啊，然後要眼處啊，才會有受生起啊？那是怎麼樣？訴諸什麼？訴諸聞法眾聽法者自己的當下的身心經驗。那麼讓他去自知作證啊，所以他對於你看他體會到的，對他來講就怎麼樣呢？沒有人可以拿走的了，因為這是他怎麼樣呢？他自己確實經驗到，原來我所經驗到的生命現象呢，一定是源於我在6根觸境的當下它升起的，所以它是隨因緣生，隨因緣滅，所以不是無因生，也不是外力去創造而生，也不是自力自然而生，也不是自力跟外力共生的。所以你看，他當下就解除了2500年前那些主流的那些宗教思考的那個疑惑，而怎麼樣呢？頓入領悟了生命實相，領悟了生命實際的運作的那樣的一個方式跟呈現的樣態。對，那所以他一定很開心啊，他會很開心啊，因為他看到真理啦，所以他一定是怎麼樣，充滿喜悅呀。那自此而後他怎麼樣？你看他沒有那個疑惑了，所以他的生命一定變得怎麼樣？自在，比之前自在輕快很多。有沒有？走路可能得變得飛啊，你知道嗎？他就變得生命就會變得輕快，然後所以他剩下來的是什麼呢？剩下來的就是依據這樣的宇宙性的實相的領悟來怎麼樣呢？消融自己原本的不恰當的那種投射，那我們叫做什麼？就那些業力習氣的習慣性的反應模式啊，那這樣在幹什麼呢？那怎麼消融法呢？所以他就變成怎麼樣呢？隨時在他自己的生命經驗當中，對不對？正念、正知、正念6處入處，就等於正觀當下嘛。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他就等於開始學習，依據他所領悟來的這樣的一種智慧，然後在生活上呢，怎麼樣把它活出來？那活出來它怎麼樣？它不是一個概念。活出來，它是一個實際在自己生命的流動當中的一種呈現，所以他就開始怎麼樣呢？學習活在當下，活在實相裡面，過一種覺悟者的生活啊。那過一種覺悟者的生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依據我們所領悟而來的這樣的一種真理，然後在生活上面怎麼樣呢？看到不恰當的投射，就能夠怎麼樣？隨時轉向或者斷除，直接超越，讓自己呢怎麼樣？
讓你的身心呢，就是更全然的能夠浸在實相的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好，那這樣清楚嗎？好，那我們現在用更簡單、更現代的話來講是什麼呢？我常常喜歡用這樣的一個譬喻的。當你看到實相的時候，你看到什麼呢？你看到自身。你看到這個自身是什麼呢？就像大海裡面的一個波浪。你看到自身呢，只是這個波浪。而這個波浪是什麼意思呢？它一直都是大海當中的一個波浪。所以這個波浪呢，它從來就只是海水。而這個浪呢，它只是一個因緣條件底下的現象，但是它一直都是這個宇宙性的海水，這個宇宙性的能量。那你看哦，你如果說在你的心靈裡面，透過你看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啊，你的意根有沒有？那麼觸到境界，你看呢？根、觸、境界升起，對境界解讀。你注意去看，沒有一件事情能夠脫離能量的波動、能量的震動，有沒有？能量的推動，而是在整個能量的波動當中，我們在做件什麼樣的事情呢？訊息的交換。那不了解的人，他陷在他的自我意識裡面，有沒有？然後陷在他的那個狹隘的那樣的一個黑暗世界裡面，跟這整個實際在發生的，有沒有？宇宙性的能量，它在什麼？它在對抗。它很像螳螂在擋車一樣，有沒有？但是你如果了解，你會看到一件什麼樣的事情呢？你本身，比如像我現在講話，你想一下啦，沒有這個天地的能量能發出聲音嗎？其實就這麼簡單啦，跟你講起就這麼簡單啦。而且你還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看。呼吸，你說光這個呼吸的現象，你以為你能操作它？這個消化系統的現象，你以為你能操作它？這個排泄系統的現象，你以為你能操作它？你以為你能控制它？裡頭的神經系統，誰能控制它？裡頭的免疫系統的運作，誰能控制它？你感覺生命奧秘，這就是宇宙性的奇蹟。那你真正看到了，所以你就發現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無時無刻，事實上是這樣哦，你無時無刻不是活在這樣的一個宇宙性的能量的波動裡面。每一個片刻都是，有沒有？所以只要你願意，只要你能夠愿意，就是你願意活在當下，能夠就是你能夠攝心，對，然後安住在當下，你就能夠做一件什麼樣的事情？你會發現一件事情，你這個時候表面上看起來你是一個波浪，但是你在做一件什麼樣的工程呢？你是隨時可以從這個整個大洋、整個海洋有沒有汲取這種宇宙性的能量，去做一種當下的適當的呈現，有沒有？這樣能感覺嗎？而且這樣的生命才會開始真正進入一個自由、解放，有自由、有自我解放。我們說解放是現代詞。傳統叫做解脫，心靈開始能夠自由，然後懂得去釋放了，所以才會怎麼樣？才會有真正的喜悅嘛？幹不起？那不然平常我們會活在某種恐懼跟不安裡面呢？我問你一下好了，有沒有談過戀愛的？
你看都談過戀愛，對不對？好，那我再問一件事情，記不記得當愛發生的時候，那什麼狀態？那個愛的感覺，都忘記了啊，那很可惜，你回去慢慢想，去追尋，去把那原本，比如說，第一次感覺到你愛上一個人的那個愛的那個感覺，那是很特別的。你看，在那樣的愛的能量升起的當下，不是你讓它升起的，也不是對方讓它升起的，是在那種因緣條件底下，一種天地之間絕美的能量它產生。那在那樣的狀態裡，你會發現一件事情，你的自我是被消融掉的，那裡頭沒有自我，只有那種很愉悅的、很美好的那樣的一種能量，它在那邊流動。所以其實我們說在人類歷史這種靈修的歷史上面呢，有兩路。佛法呢，它是從智慧進去，基督是從愛進去，蘇菲也是從愛進去，那都能夠讓那個修行人呢通達這個宇宙的究竟實相。那我現在講好了，你看，在那樣的一種愛的氛圍裡面，你發現它就只是有沒有？它就只是能量在那邊流動。所以有一個詩人呢，我那時候小時候也是不小了，那大概是不知道國中還是高中，就德國的一個文學家歌德，他後來不是40幾歲的時候愛上一個女生，他好像10幾歲夏綠蒂，後來寫成一本書啊。然後他講了一句非常有名而難解的話，難以理解的話，他說：“我愛你，但是呢，跟你沒有關係。”很難了解，對不對？我愛你，但是跟你沒有關係，這就是真正體會到愛的人。那我們一般是怎麼樣？我愛你，所以你就怎麼樣？我愛你就是要讓你來讓我愛，而且呢，你要愛我。當我們那個其實不是愛，那是一種愛，是某種激發起來的那個某種狀態。但是呢，因為沒有去含蘊它，所以它已經變成一種不自覺的一種執取，有自我意識加在裡面，它已經不是愛了，所以會變成貪愛。所以就會想要去控制對方，執取對方。但是你看那時候歌德他看到了，愛升起，其實不是屬於你，也不是屬於我，而是在這樣的因緣條件，在這樣的因緣條件底下，那個能量它產生。不然你注意看嘛，有沒有？為什麼戀愛都很難得？有沒有？你在街上會看很多男人，也會看到很多女人，有沒有？但是他們對對都不會對上眼，有沒有？但他對上眼，那個對上眼的時候，那個升起的那個感覺，那是一種很特殊的一種因緣。當那個愛情發生的時候，但是我們一般不了解，愛情一發生之後，我們會怎麼樣呢？會變成變成慾望，愛會退到慾，變成愛慾，所以就會想要去抓取對方。那修行人他不是這樣，愛升起之後呢，他會提升。它會變成愛智，在愛裡面有智慧，也不趕快哦。那我們一般，我們世間是會墮下來，所以他們說戀愛叫做什麼 ？falling in love， 不掉下去，落淚變成那種落入情欲裡面。但是修行不是這個樣子，修行是你看到那股愛的能量，然後以那樣的能量呢去洞察。去產生對於這個宇宙實相的一種洞察，因為你就會看到一件事情，宇宙能量本身就是愛，所以德雷莎會那樣，所以耶穌基督會那樣，所以佛陀到最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但那個叫做事無量心，因為那就是一種宇宙之愛，所以他不會讓別人痛苦，他希望別人不止別人，他會希望任何眾生都能夠快樂。
那任何眾生的喜悅呢，他都會感覺到眾生的那個喜悅。那他的心呢，你看他都沒有抓取，看到沒有？那個是愛。看到沒有？真正的四無量心是愛。你們不容易那個戀愛忘記了沒關係。那你們有生過小孩嗎？對不對？小孩子剛出生的時候，你看着他抱住他的時候，你看你升起的那種愉悅，你不會想要去佔有他，有沒有？你看到他是一個那麼純淨的那樣的一個生命，你只是怎麼樣？那就是愛的流動。你只會希望他快樂，你只會希望他安好，你只會希望他安全，有沒有？然後你看他的笑容會讓你很開心，但你對他呢沒有任何一點抓取，四無量心呢？你看愛，那個就是愛啊。那你想一下啦，體會一下。那你回頭，你看，當你的那個你們那個遠古的戀人碰在一起的時候，有沒有？然後那個四目相對的時候，其實不就是那樣發生嗎？看到沒有？它就那樣發生。但是你看哦，懂得去守護這樣的一種氛圍，去領會它的很少很少。世間哦，僅就其實很少人能夠真正自覺性的去含蘊這種愛的能量。為什麼？因為絕對不容易，絕對不容易哦。西方在這個問題上面，他們做很多的那個探索。以前我念大學的時候啊，那我跟我那個女朋友啊，我們都喜歡研究愛情哲學。其實他們做了很多研究，但是那時候看就都是很表面的，因為也實在是太年輕啊。那經過這20-30年的這種修學，才知道說這麼一件事情。你看啊，比如說我們對一個小孩，那原本那是一種純然的一種愛跟關心，愛，但是我們就馬上進入一個狀態，他如果沒安怎的時候，他可能未來就會安怎，好不好？一種厲害的觀念，它就進來了，然後你馬上呢，你會發現你當下那個純然的愛的那個流動，啪，它馬上會被阻斷，然後你進入一種因緣於你對未來的恐懼所產生的，就變成對對方做某種要求跟驅策，在這個時候愛就沒有再流動了。你趕快來，這要有比較敏感的心啦。那你劉太太一定會說，我就是愛伊，不叫他叫伊安呢，好不好？不是，這個就怕體會嘞。你這個就是很難了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愛就只是愛，愛不會有要求。很特別，愛就只是愛，愛不會有要求。在愛裡面呢，然後你就會發現他自覺性，他進到一個怎麼樣呢？他會有一個溶解，自我意識的溶解，所以他會對方呢，對這個愛呢，他會產生一種信任。所以我愛你，但是跟你沒關係是什麼意思？我不會想要去抓你，我不會想要去控制你，我不會想要去佔有你，但是我愛你。有點困難，對，這就是愛很難的地方了。所以我們說他是一個怎麼樣呢？你看現在很多的那個詩人或者一些那個神秘家，那些修行人，他們都知道這件事情啊。愛呢像一朵非常纖細而脆弱的小花，你稍微粗糙的心呢，都會讓它受傷。事實上是這樣。這有時候我們說，有時候那個在這樣的一種狀態，有時候會有一些感傷的哦。感傷的就是，這就是我們說人類有沒有？他還在學習，沒有辦法，還在學習，沒有辦法。所以事實上呢，你會發現一件事情：覺悟的時候呢，只有在覺悟的時候，那種生命的全然釋放的那個能量，
它會升起，愛的能量才會升起，不然我們會活在自我意識裡面。那一般人他是借由什麼呢？很多特殊的那個因緣，比如說，他們說我們說好像那個王八對綠豆一樣對上愛升起，但他不知道，他一下子就進入，他一下子就掉到情欲裡面，掉到恐懼，掉到佔有裡面，他沒有辦法從這個情愛升到自愛智，依愛而產生的這種智慧，他會隨着這個情愛，他墮到什麼呢？墮到情欲裡面，這就是人類文明的困難。這裡頭就是這樣的問題，所以它的發生非常稀有，然後呢，在發生之後呢，又能夠很自覺性的去含蘊的非常非常之少，所以你會發現它都是一些神秘家或者一些像很特別的那個詩人，比如說我們說那個在那18世紀有沒有那個德國的那個詩人赫德林啊，或者說像那個葉慈，他們在詩句當中，他們曾經觸到過這種東西。那你看，那我們一般人，我們在生活上面，我們在這個人間世的這種生活，你看我們平常，你看我們的心，充滿了很多的那個焦灼，充滿着很多的那個焦慮，充滿着很多的目的性，充滿着很多的所求，有沒有？所以平常都會很疲憊。都很疲憊，那所以呢，找尋的都只是一種我們說在五欲上面、情欲上的滿足跟快感的這種暫時性的這種快感的滿足而已。那所以很容易不自覺的把自己跟把別人當成什麼呢？當成情欲的這種工具。那他沒有辦法在兩性之間呢，很自由的有沒有讓那個愛的能量流動？所以小三問題會這麼多啊，知道嗎？今天是講比較深了，就是這樣來的。所以我們說覺悟，我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呢？覺悟不是一種乾枯的東西，它不是乾枯的東西，也不是跟他宗教改一款感覺，不是。當你覺悟的時候，是你頓然之間去看到這種生命的完整性跟能量的洋溢的狀態，因此你的心呢，它是充滿愛的。所以你才發現這樣一件事情，為什麼佛陀他們會變得那麼慈悲？然後那些阿羅漢他們為什麼那麼慈悲？那些修行人為什麼那麼慈悲？其實是這樣來的，那不是假來的。因為呢，他的心呢已經對這個宇宙實相去敞開，所以他內在裡頭自然有一種愛的氛圍。我們說基督這邊叫愛，那在佛法裡頭那就叫做四無量心、慈悲喜捨，那個不是概念，那是一種生命因緣與解開的那個迷惑，進入那個實相之後呢，自然流動的一種生命的感情。所以你就發現一件事情呢，奇怪嘞。表面上佛法裡頭都在談苦，有沒有？在談苦是為什麼呢？因為面對這個，你如果不如實知宇宙生命的實相，就會苦，你就會去抓，你就會苦。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當你如實知這個宇宙生命的實相，所以不再抓取的時候，你看那個苦就滅了。所以佛陀說什麼呢？會有那種遠離樂、菩提樂、解脫樂產生。因為他活在實相，而實相所帶來的那種心靈安樂的那種氛圍裡面，而那個氛圍用現代的字來講就是這樣，愛跟智慧，其實是這樣啊。那所以啦它也不會在其他的地方發生。也一樣是在六處入處的當下發生，對不對？你看你愛的時候是在當下，恨的時候也在當下，它就是這樣，它就是這樣。那注意去感覺，比如說，那你如果說你遺忘了那個愛的感覺是什麼了，那沒辦法，那就讓它忘記也沒關係，對不對？那你有件事情可以做，當你在痛苦的時候，那個是什麼？
深入那個痛苦，深入那個覺受，深入那裡面的那個結構。那當你痛苦煩惱熄滅的時候，那個是什麼？深入那個痛苦煩惱熄滅的狀態，那個結構，那個氛圍，就感覺其實是這樣啦。你看，就我們以前談戀愛有沒有？你那談戀愛的時候哦，那什麼代誌都嘛變成不是代誌啊，不都天不怕地不怕，有沒有？所以那個你活在那樣的一個狀態的時候啊，你看那是什麼意思呢？原本的你對世間的那些構設、想法、計劃、未來、過去什麼，有沒有？你看它都被燒掉了，都被愛之火燒掉了，哇！你都沒去，看着當下，你就活在當下啊！你看，那就純然的一種愛的能量，有沒有？它就完全佔有你了。就說你的自我意識呢，它幾乎沒有辦法作用。它變成呢，你這個整個生命體呢，變成會由這個愛的能量在推動。那我們一般不知道，有沒有？其實透過那樣的狀態，領悟了就會覺悟，領悟了就會覺悟。哦，好，那個我們先跟大家說到這邊，有點那個讓大家有點奇怪了，突然講這個，好，休息一下了。你看剛講的，你的心靈如果能夠很自覺性的因緣與領悟到這個宇宙的這種生命的實相，因此在六處入處，在六根處境的時候，不再去投射那種貪嗔癡。有沒有？你發現那個就叫做解脫者的生命。所以他62頁他這邊講說，如是耳鼻舌身意，一切時永滅無餘。等於說活着的時候呢，你在六根處境的時候，能夠沒有這種貪欲跟執取發生。臨終的時候，對於最後的身心境界，就最後的六處入處的狀態，都保持在這種沒有貪嗔癡的狀態，而平等捨心住，對不對？那你看，它就不再流轉，就生命呢就不會再有那種隨着自己內在的驅力那個有序呢而去轉世的這樣的一個現象，所以叫做一切時永滅無餘。那這個時候呢，就不會有隨着那些因緣條件而升起的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什麼意思呢？因為因緣滅了。那這因緣滅了，這什麼意思呢？其實涅槃在佛法裡頭啊，它就在阿含經裡面就叫做貪嗔癡滅盡嘛。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說，貪嗔癡滅盡是3個字，對不對？但是對你來講，體驗貪嗔癡滅就不是3個字，就會是你當下的心靈現象。覺悟的時候，就是頓然之間體悟到當下沒有貪嗔癡，而只有那種明覺跟了悟。所以我的意思是，透過自己生命經驗的這種寂靜跟觀察。然後你隨時呢有這樣的一種移情，心裡頭把它自覺性的像那些修學禪宗的人一樣，隨時有一個移情，生命的一個究竟實相是什麼？怎麼樣能夠讓我的心達到那種完全自由、解脫、自在的那樣的一個狀態？佛陀的心是什麼？基督的心是什麼？德雷莎的心是什麼？你隨時讓自己的心有這樣的移情，然後呢，在自己的生命經驗當中，就所謂六處入處的時候呢，注意去觀察跟體驗，這樣就容易碰進去，容易去觸到了。移情啊，那種禪宗起懷疑的疑。懷疑的疑，移情起移情，禪宗裡頭他們等於說他會
讓你產生一個有疑惑的一種情緒，對，就是疑情而已。比如說，那到底佛陀的心是什麼？這是一個疑惑，對不對？你常常有這樣的疑情，到底耶穌的愛是什麼？有這樣的疑情，然後到底我怎麼樣能夠達到一種究竟解脫，然後充滿自由自在喜悅的這種狀態？你看，這是一個疑情。怎麼樣讓我的生活當中呢，痛苦煩惱呢，它能夠究竟熄滅？這是一種疑情。怎麼樣好？然後那是什麼樣的狀態？這樣會幹什麼呢？讓我們比較有那樣的一種因緣跟可能性的那種自覺，從原本很多雜七雜八，而且幾乎大部分都是沒有必要的浪費生命的瑣瑣碎碎的事情呢，先才能夠解離出來。無你在這款人生境界你不過100歲，你嘛是不無咯。你就是因為你都在瑣瑣碎碎的人間事裡頭，隨着瑣瑣碎碎的憂悲惱苦的境界呢，在那邊轉盪，心靈呢從來沒有一刻導向他回家的路，從來沒有這樣一刻過。你沒有法度講我，你沒法度講我，有沒有？所以像你們三摩地這邊很好啦，常常一年好像辦了好幾次禪修，讓心靜下來一下，讓心靜下來一下，因為我們太忙了，心太忙了心太忙了。那你看這個婆羅門女，我再提醒這個有沒有？這個和尚他為什麼會覺悟呢？我再講一次，因為他想覺悟，因為他想覺悟，所以碰到善緣的時候就會覺悟。你如果沒有想覺悟，佛陀在你面前也沒有用。你也講你走啦，哎呦，你這出家人，你攏唔討談，有沒有？你嘛是拄到這款人啊，但講托缽，人家不給他，他說我們農人呢，你看我們在這邊耕種很辛苦呢，那你什麼都沒做，我為什麼要給你吃啊？那佛陀跟他講，我耕作心田，但是沒辦法多了解因無多了解嘛，因為知影其實一個修行人是足無用的，伊無用，不是像世間人無用要得到什麼。伊不是無用的攀緣。修行人的忙是忙什麼呢？忙他必須要非常自覺的怎麼樣去念住，覺察他當下的身心現象，覺察他的起心動念，所以他是很忙的。你們能看怎麼靜靜在散步，他都在極深觀察。那你們一般人很忙也沒有錯，但是你們忙是怎麼樣呢？剛才被催眠呢，你知道嗎？你們是在睡覺當中的忙，因為你的一般人的生命裡面沒有覺知，沒有念珠，所以真無用真無用。但是其實看到在迷茫裡面的無用，你不知道什麼事情在發生，你只是 routine 的事情一直被滾下去，一直做60年了，這樣，這是迷茫。你是在一個沒有覺知的狀態在過人生所以到最後會怎麼樣呢？你沒開過啦，你知道嗎？這樣不會覺悟這樣的生命呢，不會覺悟的意思就是這樣的生命呢不會成長，這樣的生命呢不會成熟。但是你說有我年紀變大啦，有沒有？頭髮變白啦，那個叫老化。那個叫老化，不叫成熟也不叫成長所以你會老會死，這狗仔嘛呢，鳥仔嘛呢這動物性的生命本來就這樣。但是這不是智慧的開啟，你會發現，而且常常是這樣我們提醒一下，有沒有？如果年輕的時候，我們的那個智慧不去自覺性的去增上，那個覺察力不去培育它，我們是會一直被原本的大腦的那個反應模式，它會越來越僵化而且到最後你會發現，它的反應機制會很堅固，好不好？另外腦會好不好？他講嘛是遐，看法的脾氣嘛是遐，他就是那麼一點點模式，就是那樣而已。為什麼？因為他已經被他的腦內的那個機制呢，有沒有限制住了？那個機制已經僵化了，
那我們透過修學，不斷的去注意到自己到底在幹什麼，那叫培育覺知呢。那你培育覺知，才有辦法怎麼樣呢？你看，你培育覺知，活在當下，那你才有辦法有那個機會，有那個因緣轉化原本的那個反應模式啊。所以呢，帶着覺知的生活，才有可能導向生命的成長，是不是？啊，不是剛剛老化而已，有沒有？只是老化，不會有生命的成長，不會有智慧的開啟，有沒有？你看，像剛剛大家都說那個沒有談過戀愛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那表示每一個人都談過戀愛。但是問說大家那個記不記得那個愛的感覺，沒有人記得。哦，那記得就好了，那就有救。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對愛的這种诠釋，就是比較含蓄，比較敢說。那是不是這個會講到生活層次的部分？是不是把它更深入的？更深入的怎麼樣？去導入。對啊，你有那樣。舉一些比較實際例子，比如說親情的部分，親情的部分。就是說，比如說你講到那個愛，然後再跟欲結合的時候，下面就不對了嘛。那前面的那個很難去守那個部分。所以那裡頭要有智慧啊。對啊。對。我說一般到後來就會把它對這個東西加進去了。對。對。所以那個愛已經變。對。啊，所以你就要自覺，所以就要有覺知。所以你就用覺知，你看你第一個你要去覺得說，比如說我們剛剛為什麼特別舉呢？你戀情發生的時候，你看你當下的那個感覺，你沒有想要去控制它的，其實你也沒有想說以後要怎麼樣，沒有的，只是那麼美的那樣的一個心靈的那個能量，它升起了啊。那當你抱住一個剛誕生的那個小孩子一樣的那個狀態，但是為什麼會變成煩惱痛苦的來源呢？好不好？本來原來是足水的啊，到尾你看原來都變痛苦。本來生一個囡仔是像我們說在基督教裡頭，那是一個上帝的禮物啊，但是你會發現，到最後禮物都變毒物吧？剛才弄囡仔你給你害的，幹不是？問題就在這，問題就是這樣，這很難修的啊，對啊，那這裡就是問題啊，所以等於說你要能夠清楚的去有沒有去覺知。在那個當下裡頭，你到底是用恐懼在對待，用責求在對待，還是呢，活在那個當下，依那種善向正向，我們說那種愛跟關懷的那個能量呢，在回應他當下的狀態。所以你如果沒有覺知的時候，我們一般都是陷入自我意識的那個恐懼跟執取裡面。我跟大家這樣講，就是說，希望是在提醒一件事情的，因為我們很多人學佛法都把佛法當作那乾枯的葉子，不是啦，不是。學習了佛法之後，你會發現，所以在佛法裡叫做甘露啊，甘露，他每天都在飲甘露啊。因為他每天都從宇宙裡面感覺到那個宇宙的愛啊，宇宙性的這種智慧啊，所以有這甘露啊。那不是啊，咱一般人都活在痛苦裡面、煩惱裡面啊。那在宗教界裡頭的那個覺悟看起來也沒怎麼個樣子，有覺悟跟沒覺悟好像也差不多。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因為那不是真正的那個覺悟啊。那所以。這個問題以目前這樣的狀況，你比較難了解啦啊！因為第一個，對於自己的那個生命，要自覺性的去培育那個覺知，其實這就是四念處。對於當下自己的身心現象、起心動念呢，自覺性的刻意的保持那個覺察，所以我們就會知道說，我們當下的起心動念呢是怎麼樣？是源於痛苦煩惱而來的，還是源於什麼？源於智慧或者愛而來的？你剛好都了解啊，嘛是要貼背對吧？我說你看，我現在這樣一個念頭背後，比如說一個念頭、一個觀念的產生，或者我
我要跟他講這樣一句話，那我講這樣就我的目的性是什麼？我為了什麼？我因緣於什麼而講這句話？是因緣於愛，還是因緣於我內在的恐懼？其實你啊，我都自己知嘛，對吧？你哪不知就不知道啊，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平常就要很自覺性的去修煉四念處。那透過修煉四念處的過程，就是我們說培育覺察力啦。現在簡單講就是覺知。所以呢，能夠隨時對自己一種負向性的心情，有沒有負向性的念頭？我們會怎麼樣呢？覺知它，對，但是呢，不會去抗拒它。對於發生在我們的六處入處當下的所有的生命經驗，學習保持覺知而不揀擇，這對的衝下面，你剛才意思，其實這裡是一種很深的領會，是什麼呢？開始在學習，很自覺性的在接納生命。痛苦的時候，我覺知痛苦，吸氣覺知苦，吸氣吐氣覺知苦。快樂的時候，我覺知快樂；不苦不樂的時候，我覺知不苦不樂；憂愁升起的時候，我覺知憂愁；煩惱起來的時候，我覺知煩惱。我沒有因為痛苦或者痛苦而在引生那個抗拒，我沒有因為快樂而再去引生那個貪執，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你在培育那種覺知，其實這叫做覺性嘛，這就是一種覺性。那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效益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會發現，你會開始鬆下來，你會開始學習自覺性的去接納你所有的生命經驗。那包括什麼呢？原本過去你抗拒的，有沒有？它現在升起了，覺知它，有沒有？吸氣吐氣，它變化了，覺知它，吸氣吐氣，你就變成帶着覺知在看你的生命，在經驗你的生命。所以這個時候才會變成怎麼樣呢？你看那個生命的深度才會出來。你這沒在迷茫啦，不然大多數是在迷茫。你看過去的名言給你看掉了，你因緣於過去的這些憂悲惱苦，或者說你的那些種種記憶的印痕，所以在觸到現在的境界的時候，依那個過去的那個狀態在做反應，不是在迷茫，就是活在夢裡面呢、沒有覺知。你看你沒有覺知，然後都被生命經驗的那個模式控制住，其實那個模式就是生命的魔咒啦，可以這樣講。所以你這樣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啊，那邊那主有。年輕人，你們比較有機會。你這樣怎麼自由呢？看到沒有？對不對？所以生命就會很累啊，越來越很累啊，會累啊。那你看，那這樣，那我再問一下，那你看，那你這樣怎麼會有愛呢？看到沒有？你很疲憊啊，疲憊的生命怎麼會有愛呢？你們談過戀愛的人就知道嘛。愛的那個當下是非常非常之鮮活的，那個能量是很特別的，很洋溢的。那我們總很疲憊啊，所以那你疲憊的心，有時候觸到，有時候呢，在有一些宿世的因緣觸到之後呢，好像那個很短暫的那個愛的能量升起，但它很快就又消失了，甚至它又變成你記憶裡頭的一個覺受，所以你要去尋找那個快感，所以呢，很多問題就會產生，知道嗎？所以如果說想要過一種比較自覺性的一種靈性的、有覺性的、有那種愛的能量的這樣的一種生命，就要開始自覺性的培育對於自己生命的這種覺察力。是這樣。好，那我們只這樣可以嗎？先這樣了哈。我們看那個一個很特別的一篇經文，210頁。這篇經文我希望那個同學可以好好的去參究你看它真的很特別。我簡單先這樣講，因為我們今天主要講它這個偈言。你看我這樣聽聞，有一個時候，佛陀在這個彌西羅園的安羅園裡面彌西羅國的安羅園裡面有一個叫做婆斯剎婆羅門女的，你看他怎麼樣呢？連續死了6個小孩，有6子相續命終。小孩子死了，因為他當然很傷心啊，念子發狂
驚死啊！那個傷心甲起笑安尼。那結果怎麼樣呢？裸形披髮隨路而走，就他發瘋了嘛。然後他就沒穿衣服啊，然後披頭散髮，然後有路他就亂跑，隨着路這樣跑這樣啊。結果呢，他善業現前了，有沒有跑到彌西羅園裡面去了？那個時候呢，佛陀正在很多人圍繞着他，佛陀正在說法。那個婆斯薩婆羅門尼呢，遠遠看見佛陀就怎麼樣呢？看到佛陀那種極盡那種身形，然後就怎麼樣呢？即得本心慚愧羞恥練身敦措，就醒過來了。就坐，因為他脫光光的嘛，所以他就怎麼樣？就坐下來，有沒有？然後這樣覺得不好意思啦啊。那佛陀就跟阿難講啊，拿你的那個外衣啊，去給那個婆斯薩婆羅門尼，讓他聽法這樣。好，那阿難呢，就遵從佛陀的教法，拿衣服啊，拿那個外衣給那個婆斯薩婆羅門尼披啦。那他披好以後呢，就到佛陀跟前來那個作禮之後呢，坐下來聽法。佛陀就為他說法、開示、教導、照明。令他的心喜悅，就是像平常佛陀說法這樣說次第乃至呢信心清淨，受三皈依，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佛陀所說的，在阿含經裡頭記錄的所謂說法次第是什麼呢？因為那時候的人，他們想要求升天，所以佛陀就會告訴他們怎麼樣呢？持戒、布施然後你就能夠累積升天的福報。然後呢？但是呢，佛陀就要進一步講，如果他有想要進一步的那個聽法的，佛陀就會跟他講。但是呢，有這種喜樂的天報也是怎麼樣呢？無常、生滅的，所以呢，他是不牢靠的。所以進一步怎麼樣？會教他離欲貪，然後去教導他對於四聖諦做修觀，聞思四聖諦。好，這就是佛陀原本說法的次第。那你剛聽有意思哈？就講有的人，比如講，他們像我們三摩地很多朋友，對他們，你們是希望說，多對於世間做這些慈善，累積自己的功德，對不對？然後有這種人天的這種福報，那佛陀會跟你講，這沒有問題，對不對？你們隨時在布施，那他可能提醒你說，所以要更注意自己的這種身口意行的這種品質，持戒啦，意思是這樣。那如果說，你們想要進一步，佛陀就跟你們講說，但是呢，所有的這種果報，對，它都怎麼樣？它都是緣起的。它都是原生的，因此呢，隨時就那樣是一個變壞的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呢，自覺性的去領悟這個宇宙生命的實相，進入四聖諦的這種思維，然後有的呢會透過這個過程就見法開悟，這個時候他就是這樣所以呢，他等於是說，他得到了那種怎麼樣？後來他獲得了那種信心清淨，信心清淨是什麼意思呢？你看一個人的心靈，如果對宇宙實相沒有徹底的這樣的一個領悟，他沒有辦法升起真正的信心。這樣，你為什麼你敢知？因為你也一直有一個自我感所以你信不入來，你信不下來所以呢，心會一直搖動，猶豫不安，所以沒有辦法去體會到那個什麼叫做心清淨所以其實這個時候等於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婆斯薩婆羅門尼一本來起笑，然後看到佛陀整個醒過來了，聽佛陀說法，佛陀知道他當下的狀況，然後開示教導他，結果他見法了啦，覺悟了啦，這樣講開過然後離開。然後後來呢，你看那婆斯薩婆羅門尼後來呢，他又生第7個小孩，結果又怎麼樣？忽然又死掉了。但是結果怎麼樣呢？他都沒有啼哭，也沒有憂悲惱苦了因為他之前他覺悟了嘛那他這個先生呢，這個時候呢，他先生就覺得很奇怪啦，他就問他說：之前小孩子死掉，你都會懷念小孩子，心產生憂悲惱苦，然後常常呢晝夜都不飲不食，甚至呢發狂。然後你現在呢，第7個小孩子死了，你怎麼都沒有一種憂傷跟愁苦的現象產生呢？那婆斯薩婆羅門尼就說這樣的偈言來回答他，你看很了不起的兒孫有千數就是說我們在這個累世的這種生死輪迴的過程當中，不知道有過幾千幾萬個兒孫了，都是怎麼樣呢？注意聽
你看因緣和合而生，體會深一點。你的囝啊，你的孫啊，其實都是因緣和合而生。看我們自己就知道，有沒有？爸爸的愛欲，媽媽的愛欲，有沒有？爸爸的能量的輸出，媽媽的能量的輸出，在因緣條件底下，有沒有一顆受精卵的形成？在宇宙性的緣起的條件底下，胚胎形成；在宇宙性的能量的灌注底下，慢慢變成一個胎兒；在宇宙性的能量的灌注底下，變成一個嬰兒。看我整個生命，看到嗎？整個生命是非常複雜、多層次、多面向的宇宙性的因緣條件的和合。我為什麼在這邊特別強調這個？所以生命是奇蹟。我們在佛法裡頭，那些宗教師好像認為生命是苦，好像那個生命沒有意，就是好像他就來受苦的沒有意。我告訴你，那個錯解了，那個真的是錯解。佛陀在講苦的這一面，是在講你無明的時候就會苦，所以你會抓。那你如果不去抓的時候，你如果明的時候，你看到是什麼呢？整個生命就是宇宙性的能量隨各自眾生不同的因緣條件的一種顯象，而且呢，不斷的在做訊息的交換。生命是非常偉大的，這樣從這個角度去看它啊。但是你看，你從這個角度去看它的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什麼樣的事情呢？你看，你不會去執取生命，你不會以為生命是你去固守的，叫這個意思嗎？你就看他說，原來不是你在生啊，是因緣在流動。原來不只是因緣在流動，是這個偉大的有沒有無所不在的宇宙性的能量，在這樣的因緣條件底下，有沒有訊息彼此之間的那個我們說那個交換，所以它就形成了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的那種生命現象。累世以來，對，千千萬萬的兒孫就是這樣產生的。像這個意思嗎？在講的是這個，但他怎麼講？長夜已過去，我與君亦然，我們都這個樣子。我們曾經有千千萬萬個兒孫，而我們可能也怎麼樣呢？當過別人千千萬萬次的兒孫。要這樣看，有沒有啊？所以他這邊又講了，子孫其宗族有沒有數量可能是無限的啊？但是呢，他們這個時候，比如可能是孫子跟公公，或者老婆跟先生，有沒有親族？但是呢，又可能隨着各自不同的業力會怎麼樣呢？彼彼所身處更互相蠶食，變做專誰底部趕快的更改好不好？然後你看那個可能之前或者在某一世的媽媽，這一次呢，她變成一隻那個轉世的因緣條件，有沒有變成一隻雞，對不對？那你看你就吃到雞肉啦。更相互蠶，就學的公這，更相互蠶食，所以這在講什麼呢？緣起，所以無我無我所，不是你能夠控制的，沒有誰在這裡面，知道這個意思嗎？所謂的誰，比如說你說啊，今天這個時候這個卓榮德，這個卓榮德什麼都不是，你要知道嗎？卓榮德三個字是一個假名，實際是什麼？五陰的流轉的現象。對不對？身心的流轉的現象，而身心流轉的現象實相是什麼？宇宙性的能量啊。那為什麼會流轉成這樣的一個身性？有它的訊息的條件，就是因緣條件呢？就只是這樣，這叫做因緣，這叫做緣生。所以這是無我無我所的，有沒有？不是我，也不是我的。這樣你們能了解這個意思嗎？你從這裡頭去看到什麼呢？所以小孩子不是你的哈，你不要以為小孩子是你的，你也不要以為你是你的。重點是這個，當你真正知道你不是你的，就是破除了這個身見之後，你就知道小孩子不是你的。因為你看到自身，就看到什麼？宇宙性的能量在某種因緣條件底下的顯象。比如說這樣講好了，出去搞不好我撞車子馬上就死了，那你以為他在哪裡啊？你以為他是什麼？
垂危敗壞的這樣的一個因緣條件而已嘛，有沒有？那它會隨着，比如說假設我死了，那隨着我當時候的那樣死的時候的那個當下的那樣的一個心事的品質跟狀態，原生又某種比如說它又原生成某種那樣的一個生命形態，就這樣而已啊。但是那樣的一個生命形態跟這樣的一個生命形態，它不是同一的啊，也是一個緣起的條件呢，啊，好，那你看啊，生命就是這樣啊，好，所以他就說了，若知生要者，就是生命的這個要道，就是生命的這種緣起的這個真理，你怎麼會再去產生憂悲惱苦呢？我已經知道出離之道，知道生死存亡相，這個很深。生，講清楚嗎？生不是你在生，是地水火風空識在適當的因緣條件的顯象。而地水火風空識，我們稱之它就叫做一種宇宙性的能量。那現在在科學上有一種叫做全息理論、讯息理論，有沒有？那就在適当的讯息的交換當中，它就會顯象啦。所以死不是你在死，是地水火風空識這個宇宙性的能量在那樣的一個因緣條件底下的訊息的變化，所以死的現象發生，不是你在死。這個叫做知道生死存亡相。那你看你現在所謂的你現在的存續，你如果觀察細膩一點，你看像我們每一個片刻你看我這樣的一種講話，這樣的一種身形，你看你這樣，你們自己這樣隨時的吸氣跟吐氣，你如果仔細觀察，安靜下來，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啊，每一個呼吸的脈衝都不一樣，每一個呼吸的全身的覺受都不一樣。那你就又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你看你是從外面把能量吸進來啊，然後再把能量從裡面身體不需要的能量再吐出去啊，你看你不斷的在这邊交換啊，你以為你是什麼看到沒有？生命它就是這樣所以呢，生死存亡相它怎麼樣？它都是緣起的這個時候你看到一件事情是身體要呼吸，不是你要呼吸。所以呼吸它本身就是一種宇宙性的現象，吸氣是宇宙性的現象，吐氣也是宇宙性的現象啊。那原本佛法告訴你說這是缘起的緣起的當然是緣起的那我們現代人我們可以等於說用一種比較讓大家有現代感的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我為什麼會特別提醒這個？以前我還特別，我們用2堂課的那個時間然後讓同學去觀呼吸，然後請他然後下課那個才來問就請他們回答問這樣的問題：你認為你的呼吸的現象是你的現象，還是呼吸的現象是宇宙性的現象？你的心如果解開了，其實就覺悟了。你就會發現你的一呼一吸都是宇宙性的現象，你的整個生命的流動都是宇宙性的能量在流動。怎麼會不覺悟呢？一定覺悟。對，但是我們的心，我們一般的心，你若沒法度逐漸到這款程度，然後用心到這樣的程度，我講過去你也只是聽過去，當做一半的笑話而已你會說怎麼是呢？呼吸是我在呼吸怎麼會是宇宙性的現象？那你看每一個人的呼吸一不一樣？你看你跟小貓的呼吸一不一樣？然後你以為這些呼吸是你設定的，有沒有看到嗎？這個整個身體都無我，無我所，它只是在這樣的一個因緣條件底下宇宙性的能量在做訊息的交換而已。对，那所以呢，你看呢，那婆斯大婆羅門女他了悟啦，所以他就不會再產生有沒有對於人間世裡頭的生命的所謂的生或者說死產生憂悲惱苦？為什麼？入佛正教故，
正教不是佛教的意思啦。哦，如果說入佛正教就是佛陀所教授，其實他不是在講佛教，是怎麼樣？佛陀的真正的教誨。佛陀的教誨就是在教導，讓你的心活在宇宙實相裡面呢，有沒有？所以你看，他從正見緣起，對，然後呢，轉起四聖諦的法輪經，都在幹什麼？都不是在叫你信你。其實佛陀從來沒有在建立宗教，從來沒有，佛陀都只是在傳達真理的訊息，然後讓眾生有緣的人有沒有怎麼樣透過聽聞他的這種訊息，然後去意解心開覺悟，然後成為一個解脫者。那你們現在要慢慢去感覺，解脫不是說我就回熊才來解脫，有沒有？不是說尼姑才來解脫，解脫就是解脫，降悟就是降悟，有沒有？覺悟就是覺悟，沒有在家跟出家的分別。但是呢，你如果變成要進一步過一種，其實我們現代人是算是比較有可能的，自覺性的过一種靈修者的生活，其實他沒有在家跟出家的分別，他就是一種靈修者的生活。什麼意思呢？在六處入處的當下，有沒有不斷的去覺知跟檢視自己的當下的這種起心動念，然後讓自己呢，讓自心的這樣的一個狀態跟品質，隨時都進入這種宇宙性的相應裡面。其實這就是瑜伽。古時候的瑜伽就是這個意思，瑜伽就是相應，與什麼相應？與真理相應呢？那就是出家也可以啊，在家也可以啊，所以你看，在這個事情，在中國的那個禪宗裡頭就比較明顯所以有那種在家的那個所謂的在家的這些居士呢，他們甚至連那些出家的那個禪師呢，都要怎麼樣？都要敬畏三分。比如說傅大士就是這個原因呢。那他有兩個女兒，而兩個女兒呢，也都是大禪師，都是覺悟者，知道嗎？在家的修行人呢，我們說用現代話講叫做靈修者嘛，他是這個樣子。好，那你看呢，這就是婆斯薩婆羅門尼所以那來我們來看他這樣的心境是什麼樣的心啊？你看，你如果說我生6個死6個第7個還死有你看誰有幾個人受得了啊？看到嗎？那他為什麼第7個生了又死了之後呢？你看他沒有那種不必要的憂悲惱苦，那種痛苦煩惱升起，這什麼意思呢？你看咱這意思哈，你看他的心是對整個緣起的宇宙的這樣的一個訊息是敞開的，有沒有？雖然生不是他在生，那樣的因緣條件讓這個生命生，雖然死不是他的孩子在死，是這樣的生命現象呢，一個死的現象發生，他能怎麼樣嗎？不能怎麼樣這樣了解嗎？那你看這個不能怎麼樣，這是什麼呢？所以我剛開始的時候我講一件事情，其實那件事情很重要。當一個人真正覺悟的時候呢，他會怎麼樣呢？他會自覺性的對這整個宇宙的運作呢，產生一種非常深的臣服的心。婆斯薩婆羅門尼就是這樣，他的自我意識在面對這樣的境界的時候呢，你看他沒有升起所以他不會掉入那個憂悔、那個憂苦裡面。因為什麼？他沒有抗拒。為什麼他沒有抗拒呢？因為他活在宇宙性的實相裡面，他沒有那個自我意識在那邊作怪，看到嗎？那我們一般人會，當我這樣講的時候，他可能會覺得說：“你看那講，你就是自己都沒囝，沒生過囝，沒死過囝。”我碰到有一個婦人，她剛死小孩子，然後她就一直這個樣子，她一直要把自己限縮在那種很深的那個悲苦當中。然後他一直強調說：“我就是沒有生過小孩子然後沒有死過小孩子比如說這樣。然後呢，他就是一直要那個樣子。
那我有辦法嗎？我沒有辦法。我有沒有生過小孩子？有沒有死過小孩子？其實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當下你當下的那個憂悲惱苦那個結，它結在哪個地方？所以我現在講一件事情，請大家不要那個賣避免啦哈，哎，我當時啊人的痛苦是一種驕傲，你知道嗎？事實上是這樣，人的痛苦，有時候人的痛苦是一種驕傲，他用他的痛苦來證明他的我慢，來表示他的我慢，他用那個痛苦來表示我很痛苦，你知道嗎？那能怎麼樣呢？沒有辦法怎麼樣。那我們會知道怎麼樣呢？那這樣就是還要再多受苦，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這是你如果了解生命的實相，就是這麼一回事。因為那裡頭你凝聚的那種訊息，就會去形成那些緣起，然後呢，就是不斷的再去經受那些苦難，直到怎麼樣？苦難開解。但是能夠從苦難開解的人是怎麼樣？其實少數，揪手。那要能夠有很多的那個善業，這就是佛陀講的修學的那個次第啊。所以要怎麼樣？懂得去持戒。那基本上你能夠持戒，就有那個接近人界的這樣的一種善業嘛。那如果這以持戒做基礎，又加上適當的這種去布施，福利別人，也福利了自己，所以我們說就變成以人界的這樣的業報進一步提升，有那種天報嘛。那你有天報的這樣的基礎，才會再看到什麼呢？在這樣的樂當中，在這樣的善報當中，好像也都是不牢靠的，所以才會怎麼樣呢？進一步去探尋生命的這種究竟真理。所以其實我們在人間世裡頭碰到的這些法友都有某種程度已經累積了相當殊勝的這種善業跟條件，但是因為此世的業緣或者情緣的那種覆蓋，讓他在這個過程當中進進退退，甚至呢沒有辦法呢，大部分沒有辦法一路向前。那沒辦法，那就沒辦法啦，是要這個意思。我在講的就是所以呢，懂得自覺性的去珍重自己的善業是很重要的啦。好，那你看，那這時候我們來想一想，那菩薩婆羅門女的心有沒有？你就看到了，他是對這整個緣起的宇宙的實相，帶着一種完全臣服的心。你看到不？所以他不是沒愛子哦，你有沒有看到？所以他什麼呢？他們就像那個基督教一樣，如果上帝要給我一個小孩，那他就會給我。如果給了我之後呢，他又帶走，那一定是也一樣是上帝的美意。就這樣啊。所以他完全領悟了這個生命的這個究竟真理。他看到說眾生彼此之間的那個因緣，比如種種的親屬關係，甚至有可能還是會互相蠶食啊，因為這不是誰在做主的，業力的訊息不斷的在互相交換，有沒有？然後在這裡頭都有各自的可能，種種的可能性，所以他就會怎麼樣呢？對於所謂的生，對所謂的死，或者對所謂的自己的眷屬、自己的兒孫，所謂的自己的兒孫，有沒有？他就知道沒有自己，就只是這些生命的現象彼此在怎麼樣，在交錯，在互動。那甚至怎麼樣呢？你看到這裡，又看到一個很精彩的現象啊！這前面6個小孩子造就了一個開悟的婆斯剎婆羅門女，有沒有？這就是6個小孩子跟他之間的因緣啊！所以之前我們有同學我們有跟同學講，有沒有？在整個生死輪迴的長河裡面，其實眷屬往往是我們生命的成長團，而且呢，你就是要這樣看，你才有辦法從此世的這樣的種種的這個眷屬關係裡頭去找尋什麼呢？你才會去讀，
跟他之間這個樣子有什麼意義呢？有什麼成長性的訊息呢？我跟這個囡仔的相處有什麼樣意義呢？有什麼樣的訊息呢？我跟我的太太這樣相處，我跟我的先生這樣相處，我這一趟人生，我跟我媽媽之間這樣相處，有什麼樣的意義？有什麼樣的訊息呢？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你才會自覺性的從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人間的這些眷屬裡面呢，找尋讀出它具有成長性的意義。然後呢，你才有那個機會有這樣的自覺，用一種成長性的觀點去回饋你的眷屬。啊，這邊安怎呢？溜溜的哦，規寡弄倒退路啊，那你才有辦法這樣。甚至呢，因為你的覺悟有沒有拉着你的整個生命的成長團，在這一世裡頭向前走。所以為什麼在中國的這些那個佛教界有流行一句話有沒有？一人得道九族升天，這不是假。一人得道九族升天，這不是假。一個人覺悟了，他會怎麼樣呢？他會把這種覺悟的氛圍帶給他周邊的眷屬，可能是他的小孩，可能是他的太太，可能是他的先生，或是可能他的某一個朋友，都有可能。那這種覺悟的能量，這種覺悟的氛圍呢，它就會在他的眷屬裡面產生生物化學變化，生化變化，所以就會有非常大的那個機緣，帶動他這個眷屬呢，開始呢邁向這種成長之旅。生命是這麼的奧秘啦，哦，生命也是這麼的美好哦，但是我們一般困縮在無明的自我意識裡面，然後再加上宗教師對於佛陀的智慧、對解脫者的智慧、对靈修者的智慧的一種霧裡看花的那種詮釋，讓這2500年來佛陀的智慧其實淹沒不彰，淹沒不彰，是這個樣子。那你看很清楚啊，你看怎麼會苦呢？看到沒有？一個人死了6個小孩，連第7個都死，然後因為學了佛法之前發瘋，然後第7個連一滴眼淚都不會再掉下來，而且呢，完全一種臣服的心，怎麼會苦呢？你看啊，你看不看我這一組啊？你看佛法裡面蘊含的是什麼？它不是消極避世啦，不是說啊，恁這攏消極，恁學佛法的攏迄個攏失敗者啦，攏是安怎？不是啦。佛法裡面在傳達的是真正的宇宙的究竟性的真理。一個人如果嘗到這個真理的知意，他的生命就轉化了。而且事實上是這樣，絕對不止轉化了他自己。就像我們剛剛講，一人得道九族升天一樣，他在這個宇宙的法流當中，就變成一種非常特殊的訊息的傳遞者。那你說在佛法裡頭，這個叫什麼？叫生寶，對不對？生寶嘛。所以出家人生這個意思。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在談宗教啊，就是說在這個生死輪迴的這樣的一個歷程當中，一個靈修的覺悟者，比如說我們不要從宗教看，你看悉達多一個，你看他的覺悟帶給這個整個宇宙的訊息的交換的改變，跟不同的界面的那個能量的那個產生，你看多大？然後現在還在繼續，有沒有？耶穌基督他的覺悟所帶來的訊息還在繼續，德雷莎還在繼續，那些很多的那些禪師，比如說慧能，還在繼續，看到沒有？信仰是安內了。學佛法是學這個，佛法是一種覺悟的方法。那非常特別的是在哪個地方呢？在這2500年的這些靈修者的這些傳承跟他們的記錄上面呢，只有這個悉達多所留下來的教法是最完整的啦，差別干了安內爾啦，差別的是安內啦。
所以它可以讓一個人從原本無明凡夫地的狀態，歷經這樣的一個修學次第，他會去怎麼樣見法覺悟，那覺悟之後呢，自己就能夠上路。那禪宗沒有這種道次第啊，那後來的這些不管顯教或者密教，道次第更混亂，那就是這樣。那這就是釋迦牟尼佛真的就是在這個人類的歷史上面，這個靈修的這樣的一個傳承上面，非常殊勝跟尊貴的道理了。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那所以我們說，那我們何其有幸啊！何其有幸是你們自己要去想的。我的意思就是說，你就從這裡頭去看到自己的善業跟因緣，然後好好的去珍惜自己此世的這種生命，讓自己呢能夠不斷的增上，成為這個宇宙訊息的一個代言人，福利自己，福利無邊的眾生。所以你看，在我們說在轉法輪經裡頭，阿耨居林覺悟有沒有？然後天人傳唱，他們傳唱什麼？有一句話：減損阿修羅眾，增益天人眾。阿修羅眾就是比較無知，然後充滿嫉妒心，就是痛苦的那種生命。減損阿修羅眾，就是減損讓眾生痛苦的那種頻率波動跟那種數量。增益天人眾，就是增加那種快樂的喜悅的那個天人眾生。覺悟會帶來這種果報，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為什麼覺悟的人會快樂？為什麼會有這種果報？因為覺悟他就是會這樣啊，他的生命他就進入一個不同的次元啊，他就充滿喜悅啊，然後他就是有那種覺悟的能量啊，他看事情就是跟我們不一樣啊，然後呢，跟他邊邊在一起的人，如果相信他的人，就是能夠對他有一種信任的人，他這個能量很容易就傳開去啊。其實問題出在這個地方啊，但是我們剛講了，你看像婆斯薩婆羅門女看到佛陀在說法，你看他整個身形寂靜下來，醒過來，寂靜下來。之前那個婆羅門女有沒有問優陀夷的那一個？因為他驕傲有沒有？雖然請那個優陀夷吃飯，但是呢就一副驕傲的樣子。那優陀夷知道說：“啊，你我跟你講嘛不好，所以我都不愛跟你講。”所以他連請了3次，有沒有？然後之後呢，做一個小椅子，然後問他法，就這樣啊。什麼意思呢？你要對他有一種基本的那個信任跟一種信敬心。那這個時候呢，優陀夷講法才有用啊。那我們當然不是這樣呢啊。反正你也不聽我的講，好不好？然後反正像天下雨一樣，雨這樣灑下去，有沒有？然後呢，反正有臨到的就有臨到，沒有臨到的就算了，有沒有？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現在的時間是這個樣子，知道這個意思嗎？所以自己去珍視自己這種性命裡面的非常深刻的這種善法的這種因緣是這樣。所以你看這個就是要給大家回去再參1個禮拜的。你看死了6個小孩子會發瘋，第7個死了之後寫了這樣的一個偈言。那這樣的狀態，他的心是什麼樣的心？他的智慧是什麼樣的智慧？而我呢？有沒有？我剛那個茶杯底下不有沒有？我剛希望那個糟老頭底下不，然後你看我們在這邊有沒有看到沒有？那你看後面再幹怎麼樣呢？結果呢，再來然後婆斯薩婆羅門女的先生聽他講了之後呢，他說：“你從哪裡聽來的啊？”他就跟他講說：“我是從看212頁，完全覺悟的佛陀那邊他在那邊聽來的他正在那個彌須羅國的安羅園裡面，他已經永遠離斷了一切的痛苦煩惱，他正在演說沒有一切苦，所有的痛苦煩惱是什麼？所有的痛苦煩惱怎麼樣聚集？所有的痛苦煩惱怎麼樣滅去？怎麼樣導向苦滅的這種八正道，而能夠安穩的朝向苦滅、貪嗔癡熄滅的這種涅槃的境界。他是我的大師，我就是深入他的教法裡面，而且呢，
非常的安樂。我已知正法，所以怎麼樣呢？能開止憂苦。我相信呢，他也能夠讓你就是指你啦，那個的這種憂悲惱苦。那結果呢？好，我們就直接講了，他這個先生呢，就去佛陀那邊聞法，後來呢，很快的就證了阿羅漢。那我們現在講說，你證阿羅漢，不要把它想成太特別。證了阿羅漢的意思就是什麼呢？痛苦永滅啊，所以他一定是經過覺悟，然後怎麼樣呢？徹底的離斷對於人間世的這種貪欲跟執取，這個叫做阿羅漢。所以一定是先怎麼樣？斷無明叫做慧解脫，然後呢，離欲貪叫做心解脫，就這樣。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斷了無明叫做覺悟，離了欲貪叫做快樂，就不再受苦的意思。這就是覺悟者的生活，覺悟者的能量，它就是這樣來的啦。好，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好，然後謝謝大家啦，好。